澳大利亚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度，不管是啥稀奇的动物，到了澳大利亚都能泛滥成灾。在我国数量稀少的野骆驼、野山羊，在澳大利亚多到数都数不过来。然而在野兔面前，它们的数量也只是小巫见大巫。澳大利亚的野兔竟达到了上百亿只，这么多野兔是哪来的？这一切都得从一个英国人说起。当时的澳大利亚是英国的殖民地，是关押犯人的地方。一批批犯人被送往澳大利亚，随之而来的还有家兔等家禽、家畜。澳大利亚温度环境适宜，很适合这些兔子生存。家兔慢慢出现在不少农户家中，成为一种十分常见的家禽。但这还不足以让兔子达到泛滥成灾的地步。真正让澳大利亚出现成百上千只野兔上蹿下跳的场景的，其实是一位定居在澳大利亚的英国农场主。或许是这位农场主的日子过得实在是太无聊，于是就想着养几只小动物狩猎。这个时候，活泼好动且十分机警的兔子就成了最好的选择。农场主觉得家兔不够活泼，于是又托人从英国弄来了几只欧洲野兔，让他和当地的家兔杂交。他们的后代就是现在在澳大利亚泛滥的野兔。不难发现，在澳大利亚泛滥的大多都是食草动物，这里简直就是食草动物的天堂，食物资源足够丰富，外界环境适宜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很少有能对它们构成威胁的食肉动物，于是便一发不可收拾，呈现野蛮增长的趋势。这位农场主或许也没想到，当初只是想养出几只兔子找找乐子，没想到给澳大利亚带来如此大的灾难。在澳大利亚，饲养兔子当宠物是不被允许的，一旦发现就会面临罚款处罚。不是兔子不够可爱，只是澳大利亚的野兔已经有上百亿只了，人类和兔子之间的斗争也都持续了150多年，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！兔子的繁殖速度实在是强悍，一年能生6次，一次最少要生出4只小兔子，而这些小兔子只需要短短6个月的时间，就可以达到性成熟，开始为繁衍后代、扩大种群数量做出贡献。更可怕的是，兔子和其他动物不一样，它们长着2个子宫，这2个子宫能轮番怀孕，如此一来，兔子可以不停歇的怀孕生产。当初的20多只兔子，转眼间就达到了100多亿只，这中间只花费了60年的时间。澳大利亚简直就是食草动物的天堂，兔子在这里的生活那叫一个滋润，吃饱喝足，还没有天敌打扰，它们就过上了永无止境的繁衍生活，迅速占领了整个澳洲。当地居民和兔子之间的战斗已经持续了上百年了。显然，在这场战争中，兔子一直都占上风。兔子不仅啃食杂草，还会啃食树皮和灌木，对环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。其他食草动物也因为兔子失去了大量的食物来源，袋鼠就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。袋鼠和野兔在生存空间、食物资源上有所重叠，然而袋鼠大军干不过兔子大军，险些因兔子濒临灭绝。如果有上百亿只野兔出现在我国，对于中国吃货来说，这简直是天堂。好巧不巧，这上百亿只兔子出现在了澳大利亚，对于澳大利亚居民来说，这简直就是地狱。任何动物多了都不是好事，兔子也不例外。为了消灭这些兔子，澳大利亚人做出了一系列斗争。先是给兔子下毒，兔子没消灭几只，牧羊犬却被毒死了，畜牧业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，牧民损失惨重。为了保护墓地，当地政府打算建造防护栏，将这些兔子全部围起来，避免它们破坏牧场。用了整整6年才建造好了围栏，长度达到了1138英里。本以为这次野兔终于无处可逃，当地居民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：兔子是会打洞的。一开始这防护栏或许还能防得住兔子，但时间一久，地上就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洞穴，野兔纷纷逃窜。澳大利亚人看他们实在过于狡猾，于是请出更狡猾的狐狸来制服这些兔子。狐狸可是兔子的天敌，这下兔子可没好果子吃了吧？情况恰恰相反，兔子的打洞能力太强，狐狸抓起来也费劲。与其费尽心思捕捉这些兔子，还不如去捕捉其他小动物，这样一来就能花最短的时间捕捉到足够多的猎物。万万没想到，当初引进这些狐狸是为了对付兔子，兔子数量没少，反而狐狸有一种泛滥成灾的趋势。澳大利亚人这下终于歇了心思，这些兔子如今仍然是澳大利亚人的心头大患。